我要的情报，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，我多方打探了一圈。就在昨天，在奉天1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。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。我在想，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，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？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。所以，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，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？很有可能，这是第一点。还有第二点。第二个疑点，我去过城门楼，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，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。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。的确，我也注意到了，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第三个疑点。你看这照片，你喷香水了？没有啊。真像。说正事儿。你看，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，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，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。确实如此。继续。所以，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？是日本人自导自演，以欲盖弥彰开始，想以守株待兔结束。所以，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。丧门星没死。张翔，杏花，你醒了！护士，快！太好了，快点叫医生！团长，我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你没有死，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。团长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大家。先别说这些，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，知道吗？这就是这2个士兵的档案。来了。报告！36团中尉狙击手桥本三郎奉命报道：36师团独立混合旅10号位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。よしよしよし。你们的到来，就意味着丧门星的末日到了。
他们都是鲁大毕业的高材生。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丧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有戏。这次丧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，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，再次出现。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让丧门星永远消失。谢谢您的队长信任。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。嗨。边港君，嗨，你安排吧。嗨，跟我走。那上面写的什么？被丧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。看那个有什么用？石木君，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，这十分危险。危险！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。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。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。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。老板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瞧一瞧。哎，女儿红哎，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！来，可以尝一口，老板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个酒多少钱？老板，这个2块钱一坛。这个呢？这个是3块。来一个。好嘞，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，老板你拿好，慢走，老板。哎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哎，站一站，闻一闻啊，互相要钱啊。OK。OK。杂货。哎，火狼，给我看一下。随便看。这个多少钱？3分钱，不贵。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？我要一个。收摊喽，贱卖贱卖，收摊！收摊喽，贱卖贱卖，收摊！贱卖贱卖，收摊！
亲的身体不好，别忘了给他擦药。店里的生意怎么样？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，确实是辛苦了。等打完仗我就退伍，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。又给盒子写信呢？是啊，他上次给我来信，我还没有给他回呢。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？还那样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？城里城外到处转转。又去找桑门星？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。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，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连队长本人。从这一点出发，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？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。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，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。这不是个一般人，那他是谁呢？难道是鬼子？如果是鬼子，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。这是川崎的阴谋。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。这个真的很好，多波万。啊，2个。这个呢？在这个，总共2个大洋，2个。好。还有其他的要不要？不要了，给你钱。谢谢。哎，姑娘，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打了一场仗？那个车在哪里？哦，我知道，就在那边。哦，谢谢。
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物资被伏击的地方？要是你的话，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？要是我的话，肯定是那里。你看，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，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。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，汽车也不会加速，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。而且从上边往下看，公路的这边到那边，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，都没有死角。没错，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要上去？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，这不是两军对垒。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，就没有办法干掉他。走。哎。应该就是这里。你看，从这边、这边，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。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。别动！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，有一点破绽，他都不会再过来了。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，你想都找出来？不，也没这个必要。走，我们回去。哟西，不愧是陆大的精英，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，一定要尽快消灭他。嗨，有没有狙击计划？有，说说看。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？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。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，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，如果这个山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，河谷就成了死角。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。他们2个人可以做到的。
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？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？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呢？来，鲜花，我喂你。团长，我自己来。别动，躺下，张嘴。团长，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，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参谋长也没说。 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团长，您真的别管我了，团里那么多事儿。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，躺下，服从命令。可是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，知道吗？好。 利用这个小山包，可以控制河床和公路旁的这座山。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狙击点，只要他敢开枪，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。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，等他。不，你看，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，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，我们看不到他。啊。 你的意思是，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。我们只有在2个地方同时等他，
他才无路可逃。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，必死无疑。小鬼子，我等着你们来。不出现，那我们就蹬他。就一瓶小酒，你我一人一半。你要等多久？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。3天。3天？对。准备好3天的粮食和水。在这3天时间内，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。他一定在这里。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，西蒙，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2个洞。对，开他2个洞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收拾吧。哎。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？嘿。请问桥本君在吗？桥本三郎。桥本三郎？是，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，刚来这边报道。哦，桥本三郎，请进，开门，请。林队长，桥本军和西木军已经出发了。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放心，这次一定抓住他。这是我们的连队长。连队长您好。请问这位夫人，您是？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。哦，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，一路辛苦了。请问桥本君在吗？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。请，请。
留电波，请坐。请。不巧得很，桥本君只好出去执行任务了。我系连队长川崎月山，还没有请教。我叫酒井英子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伴娘美子小姐。您好。伴娘？这么说，你们是来结婚的？是啊。明天就是我和桥本君结婚的日子。哟西，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，恭喜恭喜！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。双喜临门？是的，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，胜利在望。请。酒井英子，这个名字很熟悉。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。原来如此。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，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，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。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。他一定会来，而且就隐藏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。到目前为止，桥本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。不过，不要着急。根据我的估计，桥本君很快就会胜利归来。你们先等一下，看看我们怎么钓鱼。钓鱼？别高君，大佐阁下，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。
好好帮助帮助桥本君，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。明白。等我的好消息吧。谢谢您了。我们一路上都很累了，休息休息。啊，咱旁边再走。啊！来。这个桑满星怎么还不出来？开路！走！大佐阁下，什么情况？一直没有动静。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？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？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。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？裴刚，你把它画出来。嗨。西木君潜伏在这里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。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。雨过风轻，远去了岁月背影，风起雨停，回不去驰骋的心，心里梦里。天也心，地也心，
珍藏那一片风景。听枪声在耳畔激荡，听号角吹响，谁凝望雪的脸庞？红的烽火战场，看奇迹骄傲的飞扬，把希望点亮，那胜利就在前方。男儿热血担当，家国伤，志埋葬，那尽头的召唤，是我停止的脊梁。听枪声在耳畔激荡，听号角吹响，谁凝望雪的脸庞？红了烽火战场，看奇迹骄傲的飞扬，把希望点亮，那胜利就在前方。男儿热血担当，融化在胸膛。